最近呢，有一个中国人在非洲火了，他的名字叫卢克，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卢克文，少一个文字。当然，这个名出的可不是好名啊，是恶名啊，在整个非洲都传遍了。话说啊，前一段时间啊，在中国互联网上有一个账号叫黑人笑话社，这个黑人笑话社发了一个视频，视频中间就一帮非洲的小孩啊，用中文在那用欢快的语气说啊，我是黑鬼，我智商低。视频中间还有一个黑板，这黑板上也写的这段话，我是黑鬼，智商低。这个视频发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啊，不久就引起了很多国外的人的注意。其中有一个人就是 BBC 的女记者，这个女记者呢，在中国留过学，她懂中文。看到这段视频之后，她非常的生气，因为这段视频是不折不扣的种族歧视的言论。她就想找到底是谁拍的这个视频，她为什么要拍这个视频。她研究了这段视频之后啊，发现这段视频在抖音上有地理定位信息。根据这个地理定位信息呢，他们就定位到了这个马拉维，非洲的马拉维的首都旁边叫利隆圭附近的一个体育场。他们根据这个信息呢，就在这个信息找到了这个体育场附近的一个路标。他们就在 Facebook 上问这段视频谁知道在什么地方。于是当地非洲的有些人呢，就跟他们提供说，这是在非洲马拉维首都旁边有一个村庄，就在那儿。找到了这个拍摄地点之后啊，他就跟这个非洲啊马拉维附近的马拉维这个国家里头一个 BBC 的记者会合了，就到那个村庄附近去访问。村庄附近的人就跟他们讲啊，这个地附近有一个中国人在教孩子中文，这个中国人名字叫叔叔。这个孩子每天跟他学中文的过程中间呢，还可以得到0.5美金左右的报酬。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叔叔到底是不是拍摄这个视频的人，于是他们又从另外一条线索去寻找到底是谁拍摄的这个视频，还有这个叔叔到底是谁。他们就在中国的抖音账号上就找到了2个账户，一个叫这个所谓的非洲小骚客，还另外一个名字我记不清了啊。这2个账户啊发的视频都差不多，然后呢他们就在这个账户上去找，发现这个账户发的都是一些非洲的孩子祝福的这些视频，孩子就是那个村庄附近的孩子。然后他们就发现这些视频中间有不少就涉嫌种族主义的言论，比如说啊，他就让那个孩子喊中国加油，我长大之后绝不去中国。还有就是讲什么黄皮肤比黑皮肤要美丽这样的话，这些言论显然就是一些种族主义的言论嘛。然后他们就在这个视频中间发现了视频主自称叫叔叔，2条线索一对，确认了这个人就是那个叔叔。但是这个叔叔是谁呢？他们又接着往下调查，发现就在这个抖音账户里头啊，他自己曾经上传过他自己的护照信息，在一个视频中间有一点点，那个护照信息显示他的名字叫卢克。那这个卢克是不是就是马拉维这个卢克呢？他们就接着调查，发现他们找到了卢克的 Facebook 的账户。这个卢克的 Facebook 的账户上呢，一共只有14个关注者，其中有一个是国外的一个记者。他们跟这个记者联系上，就问，这个卢克为什么会关注你啊？那个外国记者就说啊，这个卢克在5年前，也就是2017年接受过他的采访，他在马拉维啊，作为一个中国的商人接受过他的采访。在采访中他说，哎呀，马拉维是一个美丽的国家，非常漂亮，他很喜欢。于是这所有的信息汇聚在一起，终于确定拍摄这个视频的叔叔就是这个名叫卢克的中国的浙江籍的商人。找到这些信息之后，他们并没有立即去找这个卢克采访，而是找到另外一个中国记者。他让中国这个记者啊，冒充一个巧克力的商人，去把卢克约了出来，就在马拉维，先后约了2次。为了怕引起他的怀疑啊，第一次倒没有说什么关键的信息，但第2次卢克就开始掏心窝子，跟这个所谓的中国的记者开始说心里话了。这一说不要紧啊，把罗克自己所谓的行业的秘密，自己从事的这个工作，还有他自己内心对非洲人的看法全都说出来了。他首先讲，他干这个活就是为了挣钱。
他说啊，他这个视频最多的时候一天拍了380条，让这孩子分成几组，上午下午分着拍，一条视频赚100-200块钱，他一天最多赚76000块钱人民币，估计是说嗨了啊，把自己行业的秘密都说出来了。同时他有讲啊，他说这个黑人呢，85%的人都没良心，良心都坏了，千万不要可怜他们，你要可怜他们你就坏事儿。然后呢，黑人呢基本上都偷东西，你作为中国的老板呢，你就必须要用冷血的态度对待他们，就是如果他们干得特别好，你就给他们一颗枣；如果干得不好，你就要采用这种老板的方式对待他们。这话说出来了，你想这是什么言论？肯定是种族主义的言论，对吧？这是一方面的信息。然后这个中国的记者也特别有经验呢，就拿出那段视频来说：“这个是你拍的吗？”就是那个我是黑人，智商低这段，他先是说：“哎，这就是我拍的。”很快他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这个人也警惕了，他就否认，他说：“这不是我拍的，是跟我过去一起的一个中国人拍的，现在回中国去了，是中国福建人。”他也觉得这个从另外一个人手机中间拿出来这样的一个信息啊，有点不对劲儿，所以这个卢克啊就开始否认。但是这个记者还蛮有经验的，并不是说他一否认呢，他就到此为止了，他就以一个巧克力商人的身份向他订购一段视频。什么视频呢？他说：“卢克，你给我拍一段视频。这段视频说什么呢？说巧克力会让非洲的小朋友啊智商变得聪明，会变得聪明起来。”卢克一口就答应了。但大家想一想，这段视频这段话什么意思啊？显然是种族歧视的言论，对不对？就跟那个我是黑人智商低异曲同工一个意思，对不对？那么卢克当时就一口答应了，还主动问说：“你这个要跳舞吗？我拍过几千条视频呢，各种视频我都能应付啊。你要愿意让这些孩子跳舞的话，我就让他们给你跳舞。”就这些信息汇聚在一起，这些暗访者基本上确定了卢克就是拍摄那段视频的人。然后呢，他拿到这个视频就给 BBC 的记者了。BBC 的记者在这个过程中又去到那个村子里去访问，就问这些小孩的父母们。这小孩的父母们其实对这个叔叔在这个地方教中文呢，本身就充满了疑惑。为什么呢？他说啊，他这个跟着这个叔叔念中文呢，但他其实小孩并不了解这个中文的含义，而且这孩子们呢，跟他就在这儿所谓的学中文之后就不上课了，就自己就不上学了。所以这些当家长们对这挺担心的。这个无非就是小孩每天能拿0.5美金嘛，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们说啊，这个卢克啊，在教这些孩子这个中文的过程中啊，所谓教孩子中文的过程中啊，对这小孩还有一些虐待和打骂的行为。就比如说，孩子如果不听话，他就掐孩子的耳朵，还打这些孩子。所以这些家长对这些行为也非常非常震惊。然后这 BBC 的记者就把他们掌握的卢克的信息去跟他们去对照，说这卢克跟这个孩子讲的这些信息啊，本身呢就是黑鬼，我是黑鬼，智商低这样的言论，这个意思你们知道吗？这些家长都非常非常震惊啊，就觉得卢克怎么能用这种话让孩子用中文来讲呢？这显然是对孩子的侮辱啊。那么获得这些信息之后，这些 BBC 的记者终于呢去在那个村子里头去采访卢克。他就问卢克，那你在这个地方拍这视频是为了什么呀？卢克就说，我是为了推广中国文化呀，让这孩子学中文嘛。然后那说你这个东西毛利吗？他说我不毛利，他说我这是公益行为。他说你既然是公益行为，那你是属于哪个慈善组织呢？卢克就说我不是这个慈善组织的。然后他就要求戴口罩，把口罩戴起来，心里就有点慌啊，因为 BBC 那个记者后面是个摄像机。戴上口罩之后，然后呢 BBC 记者就说，你真的这个过程中没赚钱吗？我们可是有证据的啊。他就说，如果我是要赚钱的话，也是中国的一些代理赚钱，赚钱也是为了让这些孩子买一些面包。
至此啊，这卢克方寸大乱，他知道他做的这个事情是见不得人的。最后呢，这个卢克就在这个 BBC 记者的追问之下呀，狼狈不堪。后来这个节目呢，就在 BBC 有一个节目叫《非洲之眼》的这个栏目中间播出了。播出之后，这个卢克一看不好，就从马拉维跑到了赞比亚。赞比亚跟马拉维是挨着的两个国家啊。跑到赞比亚之后不久，他就在赞比亚被抓了起来。据说目前呢，就在等待他要引渡回马拉维接受审判。我想这个卢克啊，肯定将来要受到非常严厉的法律制裁。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至少涉嫌以下几项犯罪啊。第一是欺诈，因为他在整个过程中间是靠这些孩子在中国赚钱，而且赚了很多钱。但是整个这些参与拍摄视频的孩子不知道，他们家长也不知道，都以为是在参与一个公益项目，每天的孩子领点面包，领了一个半美元那么一点钱。所以卢克做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缺德呀，他自己赚的是盆满钵满，但是跟那些孩子跟那孩子的家长都在说他是在搞一项公益活动。这种信息差成了他所谓赚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我们知道有一些其实做这个黑人喊话的这个博主啊，在非洲也不少啊，但是人多数情况下，要么在那个地方雇的是职业演员，要么呢也是跟黑人讲清楚，说我给你报酬，然后在中国再赚钱，这个报酬大家共同来分嘛。这卢克在这所有的这些行为中间，他是最恶劣的，因为他一方面自己赚钱，另外一方面又不告诉参与的这个孩子他赚了钱，所以他应该说在这里是最恶劣的一个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涉嫌雇佣童工啊，因为他整个这个过程中间就是盈利的，在中国赚钱嘛。但是呢，他骗这些孩子帮他一起从事这种盈利的活动，他一方面欺诈，另外一方面又涉嫌雇佣了童工。雇佣童工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第三个方面，他还涉嫌对这些孩子进行虐待，因为这些孩子的家长就说，卢克曾经对这些不听话的孩子进行打骂，要掐孩子耳朵。BBC 的记者在采访中间还获知一个细节，就是有一个孩子家长讲，他的那个孩子参与卢克这个拍摄3天的时间，最后把嗓子都喊哑了。回家之后，这孩子就病了。你猜卢克怎么着？卢克带了几块炸鸡到他们家，给他们孩子送炸鸡去了。送完之后就说，把这个炸鸡吃完之后，接着出去拍。你想啊，这孩子已经生病了，他就给人几块炸鸡，就让人接着去拍。如果在法庭上，这明显涉嫌对孩子的虐待。第四，卢克在面对这个暗访镜头中间所讲的那些话，说不能可怜黑人呐，黑人都是小偷啊，对黑人呐，这黑人个个都是这个85%的黑人良心都坏了。这些言论是明确的种族歧视的言论。甚至他包括他在抖音上发的那些视频中间讲到那些什么我是黑人，中国加油，我长大以后绝不去中国，这些话本身都涉嫌严重的种族歧视。如果要是依据这种行为，我相信他跑不掉，要承担巨大的法律代价。但是卢克本人他自己承担法律代价不要紧啊，最关键的是他把整个非洲中间中国人的形象都给败坏了。现在你去非洲，很多非洲的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情。就在几天前，马拉维的中国大使馆面前，还有很多非洲人去游行示威，抗议卢克的这种言论，因为大家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卢克的单纯的言论，会认为是中国人在非洲做的这个事情。这个中国驻马拉维的大使啊，连忙出来说我们绝对对这种种族主义的言论零容忍。应该说卢克这一颗老鼠屎啊，败坏了整个中国人在非洲的形象，这一点毫不夸张。但是我想说的是卢克这事情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但背后还有没有更深刻的原因呢？我觉得有。什么更深刻的原因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黑人喊话这个行业啊，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7年了。在中国的淘宝上、抖音上、这拼多多上有很多这样的 UP 主，
专门贩卖这样的视频，给点钱，几十块到几百块之间，就有一帮黑人的小孩、黑人的妇女、黑人的小伙子给你出来喊话，要么是祝你生日快乐啊，要么让说一段你想说的话呀。这个产业非常繁荣，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繁荣的产业链呀？为什么中国人热衷于让外国人、让非洲人来祝自己的生日快乐呢？当然也有其他的啊，除了非洲的，还有让那个乌克兰的人，还有让其他国家的人来祝自己生日快乐。这背后到底是一种什么心理呢？在我看来，这背后是一种虚幻的民族主义心理。天朝上国嘛，总希望让外国人来祝自己所谓的生日快乐，就觉得好像自己很有面儿、很光荣、很了不起。你到抖音上你去看啊，有那种说非洲国家的人在阅兵，唱的是中国的这个歌曲，然后呢喊的口号121是中文的，底下很多人评论说哎呀厉害了我的国呀，中国强大了。在我看来，这背后的心理都一样，就是认为所谓中国了不起嘛，然后让你看外国人学中文，用那种方式唱中国的这个歌曲，用中国的这种121的方式去阅兵，就觉得中国强大了。其实这种让外国人去说中国祝自己这种所谓的这个生日快乐，本质上来讲，我认为这种背后的民族心理是一样的。第二个方面，就中国历史上没有种族问题，但是背后有没有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有没有所谓的种族意识呢？我个人觉得，至少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内心是有的。我们历史上，因为我们中国这块区域基本就是黄种人嘛，确实没有种族问题，但是种族意识可是根源于我们文化自身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我们中国文化中间的一部分啊，当然也是糟粕了。那么这种文化源远流长到今天，其实很多人并不自觉，但其实一旦有了一个某个气息，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我们几年前啊，中国有一个洗衣粉的厂家做过一个广告，什么广告呢？就是一个女的自己谈了一个黑人的男朋友，然后她把这个黑人的男朋友扔到洗衣机里，倒点洗衣粉，哗一洗出来一个白人男朋友。这个广告啊，当时做出来之后啊，引起了很多外国人的这个不适啊。当然我们很多中国人看了也不适啊，我看了之后就很不适啊。但是我想说的是，那这个洗衣机的厂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广告呢？那就说明在他的意识中间，他根本不觉得做这样一个广告有问题。那么类似这种心理的人，我觉得在中国并不是特别少。你看啊，很多中国人出国之后，他面对不同族裔的时候，他的那种所谓的种族意识就表现出来了。所以你看，在美国啊，在西欧啊，很多国家做过一个调查，来自于中国的族裔啊，对黑人的歧视啊，往往是在不同族裔中间较靠前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文化中间，没有对种族意识的问题进行过认真的反思和讨论。大家都知道，美国历史上啊，种族问题曾经是美国历史上的伤疤。经过南北战争、平权运动100多年的历史啊，最终才形成了今天的种族观念啊。但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一种较幽暗的种族意识啊，始终没有机会表现出来。但是只要有类似于像卢克这样的一个事件，他就表达出来了。所以啊，我想说啊，卢克这个事情啊，虽然看起来是个孤立，但是这个孤立过程中间，一方面在国际上给中国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这种不好的国际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一面镜子，它反射出来我们这个民族啊，虽然没有表现出来的，但是呢，可能在内心幽暗的某一个角落里头存在的种族意识。如果这种意识我们不把它通过这样的现象把它处理掉，那么类似像卢克这种事情啊，还会层出不穷。出了这件事情以后啊，淘宝上把这个所有的黑人喊话这样的节目都下架了，抖音呢也封了一批这样的账号。但是这种做法只是流于表面，只有我们每个人内心真的发自内心的去尊重其他族裔的人，认为所有族裔的人都平等，
我们才不会啊在其他地方啊一不小心就露出我们这样的内心里头那样一种种族意识。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这是卢克这个事情给我们留下的最大的思考。